工作也是要熬到晚上加班加点才可以走，工作压力过大，工作猝死，太累了晕倒，很多人都会长期陷在这种自我怀疑和焦虑的情况，所以他们的工作真的是可以卷到凌晨都没有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德，欢迎回来。今天真的很想和大家聊一下所谓的科技大厂，对很多人来讲可能都有听过，但是内部的工作环境可能还是有一点陌生。很多人其实听到科技大厂的直觉反应就是很安静，薪水高，福利好，生活也会好，但其实真正的情况和很多人想象的都不那么完全一样，甚至你看到的、听到的，很多时候算是冰山一角。今天这个影片就想来聊一下很多大公司普遍存在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当然也并不是100%的公司都会有，但是肯定的还是相对的比较难排除的。这些现象甚至有很多高层一直在强调，不希望在自己的公司看到的。直接进入正题，第一，内卷严重，这几个字你算熟悉吗？也可以算是这5年以来职场上比较火的网络用语。如果你本身离职场比较远的话，你甚至可能连内卷这2个字都没有听说过。由于这个词是出自于中国的，我这边就来问一下 DeepSeek 是什么意思。内卷只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个体通过过度竞争，如加班、过度学习等来争夺优势，导致整体效率下降，收益与付出失衡的社会现象，常见于教育、职场等领域，表现为无效内耗。例如，学生拼命刷题却无法提升升学率，职场人加班却未创造更多价值，本质是系统停滞下的内部恶性。直白一点讲的话，打一个比例，在学校，老师让所有考生写不低于300个字的作文，这个时候小明就跳出来了，他写了350个字。那这样子的话，小花看到了，他就觉得他受威胁了，他就写了400个字的作文。那我这边看了更加不爽，我就写了600个字的作文。最后这个现象就会导致全班的同学看到之后，他会觉得写300个字的作文是有强烈的对比的，就非常的短。这时就会发现，其实作文考试的总分还是100分，从来都没有变过，但是作文的字数已经从300个字提到600个字了，学生最终就会很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内卷现象。再来，职场上也是一直都在发生的，就是老板会觉得某个项目其实只要按着时间去进行、去推进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就有员工开始站出来了，还要自愿加班。然后领导看到这个东西肯定是表扬了这个加班的人，其他的同事看到了就会觉得心理上有一些压力，所以就跟着加班，慢慢的也有可能会演变成无效的加班。就是即使有些同事生活中有一些事情，然后没有办法完全集中在工作的同时，工作也是要熬到晚上加班加点才可以走，就只是为了表现努力。因为其他人都没有下班的同时，你如果是第一个走的话，老板可能第一直觉会觉得你不够努力。再来就是恶性竞争，有时甚至自己的事情做完了，会去找其他团队的事情来做，会显得自己很忙。这个在公司里面俗称就是去卷其他团队，也可以讲其他团队被卷到了。所以在这几个现象的结果下，所有人肯定的都会慢慢的越来越累，整个公司的产出都未必会有显著的增加，反而更极端一点，可能会因为一些员工的疲惫导致整个效率下降，团队之间可能就会开始抢工作、抢功劳，然后互相卷，沟通的成本就慢慢的上升，竞争上面就是比谁更能耗，而不是谁更高效。当然在公司里面，很多高层一直强调的就是内卷和努力是2回事。所以上面讲的现象，因为公司一方面是希望有很多人因为公司的业绩而拼了命努力，但是如果努力了之后导致内卷，就确实扭曲了本质。所以很多公司就一直在避免这个事情发生，多少还是比较难控制。第二就是 PUA 的文化，这个也是另一个近年来非常火的一个网络词语，被引申为一种情绪的操控手段。会发现到在岗位上的 KPI 和目标是一直的在提高的。客观来讲，就是在你已经完成好了你的项目的时候，领导还是会跟你讲你还不够好，要多 push 一点自己，这一些部分还是可以优化的，等等等这些话术。再严重一点，甚至会跟员工讲，你今天有工作是你的福报，每天可以从早上到晚上工作一整天是为你好。很多人都会长期陷在这种自我怀疑和焦虑的情况下。如果你觉得上面我讲的这些例子似曾相识的话，恭喜你，那你也有 PUA 的人生经历。这些的前提都是当自己没有很差的时候，但是别人的要求永远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想尽办法让你觉得你自己还是不够好，没有达到该有的预期。第三个在大公司比较残酷的一面就是年龄焦虑。在现在的科技大厂，员工的平均年龄真的是蛮低的，几乎不会看到有超过40岁的员工，有的话也肯定是非常的少数，或者说他已经是在公司比较偏高 level 的
职位了。公司里面你听过很多老员工的讲法，都是指那种30多岁的人。普遍上其实很多员工都是在20几岁，就是精力正旺盛的时期，所以他们的工作真的是可以卷到凌晨都没有问题。毕竟还是年轻嘛，等你到了30多岁还是没有办法顺利升职的时候，你可能会慢慢的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因为身体没有年轻人好，然后又没有到管理层，就会觉得自己卡在了瓶颈。当然这个也不是我自己讲的，在社交媒体上，尤其是那种匿名的平台，你是会看到很多人到了30几岁就开始焦虑。第四就是大公司表面是开放的，但实际上不一定。很多公司一直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开放、平等等，但实际上因为工作上的压力，表面上的自由其实是需要用工作的高效来换取的。工作的速度如果你一旦慢下来，和其他的同事有强烈的对比，那你的压力就会开始来啊。工作上有一些问题，出了一些事故什么的，半夜有消息，其实也是正常不过的，照样会有人问，你也需要继续的完成你相关的工作。OK， 讲了这些就是关于大公司一些比较残酷的事实。当然为什么大家还想进去，就是因为大公司除了这些还是有一些比较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这边就来快速讲一下比较诱人的东西。刚刚讲的确实有很多表面上看上去不太好的东西，但很多公司或者团队都有意识到了，一直在想办法去避免或者改进。说到底，大厂之所以可以吸引到这么多优秀的人，肯定有它的原因，比如总薪资高，底薪加 bonus 加股票是可以远超过一般的公司的，并不是简单的10到20% 的多过。有些岗位确实可以以倍数的差别去高过一些中小型企业的，有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二就是福利好，食物方面，比如说1天2餐或者3餐，水果、零食、饮料什么的，交通、健身房、保险等，公司都考虑得非常的周到，不只顾及到员工本身，还包括了身边的家人。但是有一说一，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现象，在大公司的工作强度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比较好的保险。相比于中小型企业来讲，有些公司的工作强度真的是蛮大的，所以衍生出来也会吸引精英加入的原因就是学习机会多，大概率可以接触到顶尖的技术和系统，成长的速度也算是飞快的，就有了光环效应，就是在 resume 上写上了大厂的经历，对未来的跳槽和换工作肯定会加分了很多。毕竟在里面是学习过怎样操作比较大的系统，然后比较顶尖的技术，有些横向的项目也会有机会接触的比较多。所以讲了上面这些比较好的事情，还是能理解，虽然有概率内卷、PUA、年龄焦虑等，但是也会因为薪资高、福利好、学习的机会多等，变成了你不做，外面有无数人排队想要进来做。竞争是激烈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工作，多少还是会害怕拿到比较不好的绩效，然后后面被取代。最后就来讲一下大厂的矛盾吧，它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工作的地方，有些人喜欢，但也有人完全不能接受。它能让你在职场上快速成长的同时，还能赚取比较客观的收入，也可以算是给得到你业界相对比较顶尖的资源。但同一个时间，它也算是可能不断的在榨干你的时间和精神，让你贡献你的青春。也听过网上会有人讲，就是在大厂工作1年等于在人间3年。以我自己的经历，也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确实有些人赚到钱了之后，早早的就选择退休，或者去一个中小型企业，拿着一个比较低的薪资，过上比较安稳的生活。但确实也是有人会被压力给压垮了，因为真的有听说过一些我们行业的 case， 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工作猝死，太累了、晕倒之类的。而我个人比较惊讶的就是，大家听到这种新闻，第一反应并不是惊讶，因为在这个行业确实也不是第一次听说过了，都有先例的。就是要讲见怪不怪，也很奇怪，就是我们确实不应该把这些当作是非常应该发生或者正常的事情来看待。所以我觉得科技大公司并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适不适合你。如果你喜欢挑战，然后觉得自己能承受高压环境的话，大厂大公司确确实实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但如果你比较在乎平衡和稳定，生活上的重心也不想完全的放在工作上的话，外面可能还有比较适合的机会。你自己或是你朋友算是在大公司里面工作过的吗？有上面我讲的这些现象吗？欢迎可以在下面 comment， 或者讲你觉得今时今日还有去大公司的必要吗？喜欢我这种职场上分享的话，希望可以帮忙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这个 video 出去。然后我是阿德，我们下一次见，拜拜。